哎，和珅，你去找朱大人的时候，是亲眼看见朱大人在为王寡妇拉犁。据你的判断，这个朱大人跟王寡妇是否有奸情啊？啊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哦，王寡妇的婆婆呀、邻居啊，都可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。哦，朱大人纯粹是为了备办皇差，才给王寡妇拉犁推磨的。哦，那么她的婆婆跟邻居是否能作证呢？可以啊，都可以作证。这朱圭住进王寡妇家，是朱圭的师爷禀报的。哎，和珅，难道你比朱圭的师爷还了解情况啊？和珅啊，你跟冯月瑶一计不成，又跟鄂贵一唱一和啦。你们的心思啊，朕明白。朱圭迎驾迟缓，朕的气儿啊还没消呢。你们两个就别费口舌了。孙十一，你是不是按照朕的旨意，把朱圭和王寡妇关在一起了？微臣是按万岁爷的意图，把他们俩关在一个牢房里，还特别叮咛那个玉丽，让他们俩一起过家景呢。朱圭呢，经常给朕找麻烦，这次啊，朕给他点苦头尝尝。哼，朱圭老道学，正经的拘谨，这回往他的身边放一个寡妇，干柴烈火，看他如何矜持。奴才理解万岁爷的意思，就是根本不相信朱大人会跟那个王寡妇有私情。大胆和珅，你也学会找朕的话茬儿，抓朕的话柄了？奴才不敢，实在是不敢。和珅敢冒犯皇上，都是跟朱圭学的，朱圭才是万恶之源啊！不关你的事，万恶之源。朱圭若到了这种程度，那朕算什么？朕选他做玉庆宫总师傅，教习几个阿哥，那朕是慧眼睿智，还是糊涂皇上啊？万岁爷当然是慧眼睿智，千古一帝呀！万岁，朱圭即使有罪，绝不能跟一个寡妇关在一块儿，这不符合我朝男女囚徒必须分开关押的规矩。微臣以为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呀就别在这烦朕了，朕要下棋。如果你们关心朱圭，那你们就到大牢去看他去吧。臣遵旨。哎，不许把朱圭跟那个寡妇分开啊！擅作主张，以抗旨论处。朕倒要看一看，这个朱圭老道学是不是真的坐怀不乱。我这一世清白，全让你这个知州给毁了。你说说你，你说你这个知州当的窝囊不窝囊啊你？啊？你说这济宁州这么多百姓，商贾也不少。哎，我说你稍稍伸个手，你敲诈个百八千两的，干什么不行啊？我敲诈你，你愿意吗？嘿，你别敲诈我呀！你干嘛总是跟我过不去呀你？我说你搞什么以劳折银接待皇上，你搞你的，你别长我呀！好了，啊，我的姑奶奶，您别再唠叨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好。哎呀，我说我求您了啊，行了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比你的火可大。我一世贞洁，哎，你去打听打听，我丈夫死了5年，我可从来没有跟一个男人飞过媚眼儿，我也从来没有让一个男人近过我身。我守妇道可是远近都闻名的，谁不知道我是个正派女人啊？行了，哎呀，
您是正派人啊！你看您是真正的正派人，您正派，我不正派，行了吗？我什么不正派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地地道道的正派人。那是你说的，那是让你给气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可是你拖累了我这个正派寡妇，可不是我拖累了你这个糊涂官府啊！告诉你，我不是官夫，我有老婆。我的老婆呀，比起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老婆干什么？哎，我说，你不会晚上趁我睡着了，你占我便宜吧？什么？我占你的便宜？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们男人要急了，这扭窗跳门子的有的是，这一腿就能跨过的板凳，算什么呀？中堂大人，请。哦，中堂大人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孙世义呀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硬是把我关在女牢房里头，而且跟这个辅导人家关在一块儿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呐！哎，不全是孙世义，他没这个狗胆。这是皇上的意思？这皇上也是，明明知道男女有别，还把咱们往一块儿关呢。你别胡说。本来嘛。哎呀，你就别添乱了。你看这不鄂中堂来了吗？鄂中堂来了，会有办法的啊！这怎么又是我的错呀？啊，我可是一个清白的寡妇。是你惹得我一头泥巴，我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啊！哎，你说你不扪心自问，你反而怪罪我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是你得罪了皇上，你迎驾迟缓，你得罪了皇上，你现在还把我给拖累进来了，你。好，您是清白的啊，您是一点错都没有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鄂中堂，就算我朱圭有罪啊，这也不应该男女关在一个牢房里吧？这不符合我大清的刑律呀。难道皇上他不知道？皇上哪能不知道呢？知道还周大人，皇上的心思你还不了解？那是诚心让我朱圭难堪。二位大人，在下倒有一个办法。有办法的赶快说。是，中堂大人，咱们临来的时候啊，皇上说不让把这两个人分开，是吧？我正为这个事儿犯愁呢，怎么样把他们俩分开，又不违抗皇上的旨意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把这个牢房啊，中间钉上一道木栅栏，这不就分开了吗？皇上说呀，是不让把两个人分开，但没说不让把牢房分成两半儿。这个方法好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朱大人会占我便宜了。行了，您呢不说话，也没有人拿你当哑巴卖了。哎，我本来就不是哑巴，我干嘛装哑巴呀？不是，你这个说话都是多余的，是吧？谁能跟这占便宜啊？我占你的便宜，那谁知道？你也不照着你自己什么模样？
我倒要看看朱贵这个老道学是如何受煎熬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都出去！是谁让你们把这房间隔成两半的？废话，这男女有别不隔成吗？大胆刁妇，怎么敢和皇上这么说话？我这个刁妇都知道男女有别，那万人仰慕的皇上就更知道了，是吧，皇上？啊！你们奸夫淫妇关一起！我呸！你娘个臭裹脚！你有什么凭证？你今天当着皇上的面，若不拿出证据来，你就是我养的！哎，大胆，竟敢在朕的面前粗话骂人！万岁！他玷污了我的清白，这种人不该骂吗？你的事儿待会儿再说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定是和珅出的主意。大胆和珅，你们来的时候，朕是向你们怎么交代的？不要擅自把他们两个分开。那你们就是有意抗旨行事。万岁，恕奴才斗胆直言，奴才并没有抗旨啊。皇上交代的是不让把他们两个人分开，而奴才分开的只是这间屋子啊。何大人，你这不是巧言令色吗？这不都是一回事吗？大不一样，人是人，牢房是牢房，两回事儿，完全两回事。行啊，啊，你们这次配合的默契啊，好事啊，好事！啊，朱贵，臣在。就不处罚你了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没有错的，啊！如果朕巡视回来，你要再发生这样的事，朕绝不轻饶你。是，臣朱贵，圣谢圣上，吾皇万岁，恩赦之恩。皇上，你可今天要把我这件事儿给我说个清楚。你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我去哪里呀？我可没脸走出这牢房的门。皇上，我一世清白，我守了5年的寡，今天让您弄得我一身的不是，我不走。今儿皇上不跟民女把这事儿唠得清楚，洗清我头上的脏东西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这个刁妇，你敢要挟皇上？去！我跟皇上说话，你是哪个笼子的鸟啊？好男不跟女斗，好男不跟女斗。朕将你无罪释放，你还要无理取闹？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倒打一耙呀！民女可是受害者。行了，见好就收吧，别节外生枝。切，我怕什么？哼，大不了一死。我守寡5年，秀来的贞洁名分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大胆刁妇！朱贵住过你们家，本来你和朱贵就说不清道不明，这皇上赦免你们，你不感恩，还刁难皇上你。慈禧，你怎么有这种想法？你真是小人之心，小人之见。哼，单凭朱大人在我们家住过，这理由可站不住。怎么站不住了？不是谁冤枉了你，是朕赦免了你，明白了吗？快回家去吧。没想到皇上的胸襟也这么小啊！啊，你错了还不认输？这没错，为何要向你认输啊？那好，那就按照皇上的说辞，只要是男人在我家住过，就跟我扯不清了，就应该跟我关在一个单间过家家。哎，皇上，你说对吧？哎，不是这个理儿啊！皇上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朕就是这个意思。朕降旨给孙侍义，把你跟朱圭关在一起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释放你也一点没错。你别跟朕伶牙俐齿的耍嘴皮子，
那好，皇上就按您的理儿。鄂大人，他们都叫您鄂中堂，看来这除了皇上，就属您的官最大了。鄂大人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男人住过我家，那您说是不是也应该让他跟民妇关在一个单间儿过家家呀？大胆刁妇，你可别胡乱讲啊！拉好人垫背，我可从来没住过你们家，我。好啊，鄂贵，满足他的要求。是，孙十一，进去吧。哎呦，皇上，您可千万别听这寡妇的，微臣我从来都没跟她有任何瓜葛呀，皇上。有没有瓜葛，得王寡妇说了算。皇上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，不成啊，皇上。为什么不成？无理取闹，成全他。鄂贵，成全他。皇上，真的是不成。你说话呀，你可是证人。说话呀。和珅，这是皇上让你说的。皇上，奴才万岁爷就住在。万岁爷，咱们进去吧，咱们进去住单间儿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个大胆刁妇，你有完没完？万岁，起驾吧。和珅，你敢给朕下套？啊？在你的心目中，朱贵比朕都重要吗？不在奴才心中，皇上最重要。还耍嘴皮子！两宫分驻各个庄户，你最清楚，一切寝食都是你安排的。你把朕安排在这里，你从心眼里就惦记着给朕下套，对不对？奴才不敢，这纯属误会。什么误会？朕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你让朕在一个寡妇面前，嘿，丢脸呐！皇上，奴才在牢房里曾经提醒过您，暗示过您，可皇上不听奴才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这些住户，朱大人已经让他们暂且搬出去住了，皇上也没问过这些主人的名字。奴才想，皇上日理万机，这样的小事，皇上不想知道。可是这个王寡妇跟别人不一样，你难道不知晓？奴才知晓。既然知晓，那你就是有意蒙蔽圣上。既然是蒙蔽，你心里啊是清清楚楚的蒙蔽朕呐。奴才不敢蒙蔽圣上。那你就是故意给朕下套，你叫朕在一个寡妇面前如此难堪。好啊，你为了朱贵，竟敢得罪朕。今天呐，朕不处罚朱贵，朕要拿你开刀。来人呐！太后，不好了！皇上要杀和珅！太后，救和珅啊！太后，慢着！皇额娘，你真要杀了这个和珅？哎呀，和珅他目无君臣之礼，一个侍卫总管，关键的时候他居然和一个民妇站在一起，你说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啊？又是那个寡妇的事儿，哀家听说了。这个寡妇性情是暴烈一点儿，但人很本分，而且以朱贵的品性，他们绝不会干出什么苟且之事的。一个妇道人家守寡，维持家业是很不容易的。这八字还没一撇，没头没尾的事，孙师义就抓朱贵和他招摇过街，这闲言碎语的，让他以后怎么做人？皇帝朱庇的这个院落，就是这个寡妇的。人家能把房子腾出来让你两宫住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皇额娘，您知道这是王寡妇的房子？和珅告诉过老佛爷，可和珅就偏偏没告诉朕，该知道的人他不告诉，其他人他都讲了，还不告诉朕，
朕就……你还笑？你就为这点事儿杀和珅？朕也没真想杀他，朕知道有人心里头啊惦记着和珅。这不，刚要说杀，就有人呢向老佛爷求情了。你就照我说的办，除了两宫跟额中堂之外，外地的官员到这儿来接驾的，每人每天2两银子。大人，要是不交怎么办？你怎么连这么点事情都办不成啊？你要是办不了，你卷铺盖卷儿给我走人。你让谁卷铺盖卷走人呢？跟朱贵见驾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朱爱卿，臣在。朕与额贵啊，刚刚查看了这里的河堤，真是令人堪忧啊！如果上游连降暴雨，水无出处啊，这良田民宅将毁于一旦。记得你在京南皇院所陈言之有理朕决定拨给你躺银200万两，疏浚河道，加固河堤，你意下如何？请皇上放心，臣一定尽职尽责。只怕朕知道你担忧什么。这200万两躺银呐，不经过河道总督府，朕敕令工部尚书把银子直接拨给你。皇上圣明，臣担心的就是这个，臣担心的就是雁过拔毛，银子到了臣这里已经没有多少了。朱爱卿，臣在。这一段河道的治理，朕就交给你了。是。至于孙世义嘛，朕要把他带在身边伺候朕，他不会插手的。二位留步，今儿个呀，是我们济宁府为皇上、皇太后接风洗尘的日子，凡是没有交饭钱的，一律不能进。大胆朱贵你敢不让李总督吃饭呢？这哪能啊，总督大人，我跟您这么说这回我们准备的吃的、住的，这可不是白来的呀。这是我领着我们这衙门口里的上上下下呀，给那庄户主没白天没黑夜的呀，给人家干什么拉犁呀、推磨呀，干这庄稼活就这么换来的。真对不起谁要想吃白饭呢，这另找地方得了。好，朱贵，你说咱俩应该谁听谁的？您怎么了？我是小小的知州您是总督，您现在又当了巡抚了，我当然得听您的了。对呀，既然听我的，怎么把我拦到门外边呢？是啊，您怎么了？这您还不清楚吗？这济宁府没银子，没粮食。为什么没粮食？这您比我清楚。就是我的前任魏鸿宾，他把府里的银子、粮食全都倒腾走了。这您门儿清啊！您是总督，又是巡抚，您有这个权利，您能让这魏鸿宾把倒腾走的银子、粮食还把它倒腾回来。如果能倒腾回来，那您就甭缴银子，您可以进去。你说是魏鸿宾，你有证据没有？有证据啊！我已经直接禀奏皇上了。真是疯了！我给啊！真对不起。
皇太后驾到！皇上驾到！众爱卿，平身，入座吧。上菜。你就别拿捏了，就算我求你，行不行？别这样啊！你得给朱大人一个面子，你这样做只能使朱大人难堪。谁给我面子呀？我这脸就不是脸了。哼，今要不把事说清楚呀，我就不开饭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事？皇太后，民女愚昧，但民女知道皇太后是天底下最仁慈的。民女求皇太后给民女做主。起来说话。民女要跪着说，我要告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你应该向皇上告御状啊。民女要告的，就是万民敬仰的当朝皇上。你大胆！太后，她就是王寡妇。你起来，让哀家看看你。民女的委屈，就是有人硬要把民女跟朱大人关在一间牢房里。你说，这不是毁坏了民女的清白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男女有别，即使你二人确实有错，按大清的律例，男女囚徒也不能同牢关押。流放的囚犯押解途中也得分开就寝。谁这么大的胆儿，竟敢把你和朱圭关押在一间牢房里？孙世义，孙世义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？臣不敢，臣是奉奉什么？你疯了！太后老佛爷，如今这一切全是孙世义一个人干的。孙世义，你也算是个读书人，男女有别这点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？皇太后，民女为丈夫守节5年，不敢有半点差错。这平白无故的要把民女跟一个男人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，如今这街上是人人议论，闲言碎语，这让民女我可怎么活哟？这位大嫂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应该告的是孙世义，怎么告起皇上来了？就是啊，皇上亲临牢房，查明真相，立刻赦免了你们二人，这一点鄂仲堂、李总督都可以证明。哎呀，罪魁祸首就是孙世义一个人呐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告到一个孙世义，出出气就行了啊。朱圭，微臣在。哀家想听你说说。启奏太后，一个女人的名节不能忽视，一定要还这个女人以清白。朱大人是明白人。皇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个彻底的了断呐。你说，怎么个了断法？是皇上容奏。我们
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能放走一个祸主。我看此事应该交给德高望重的娥贵娥大人亲审。好啊，那就交给鄂贵处理吧。主贵啊，是皇上。你别得寸进尺，逼朕呐！是皇上。皇上，是否个个都要审问呢？你想查办谁呀？你想审问谁呀？祸根与始作俑者都应该审吧，皇上。皇上，此事的起因并不复杂，就是孙世义蒙蔽皇上，诬陷朱大人和王寡妇有奸情，才造成如今这样的结果呀。对，就是孙世义蒙蔽了朕。主贵，臣在。朱爱卿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吾皇圣明。只是这个王寡妇的清白如何偿还呢？皇上，依奴婢看，太后何不下道懿旨，赐给这位大嫂一块贞洁节妇的牌匾，以彰显她的清白呢？还是月瑶姑娘机灵，就赐你一块贞洁节妇牌匾。民女叩谢太后恩赐，给了民女一个清白名节。起来吧，我们都饿了。也谢谢朱大人了，为民女讨回了公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开饭啦！开饭啦！老佛爷请。开饭啦！和珅，我在泰安对你的忠告，那算是白说了。嗯，好啊，那就走着瞧吧。李大人是在威胁在下吗？事儿还没完，出水才看两腿泥呢。哎，宗大人，有一句老话，我得向你请教一下。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什么意思？这万岁爷呀，未必都听你们俩的。那是，这没有孙世义，谁陪万岁爷下棋呀？你说做人做事儿，不要做绝啊！宗大人，悬崖勒马的呀，不一定是我朱贵。朱大人，这个王寡妇嘴皮子啊可真厉害，这皇上见她都躲3分。是啊，人要是不在理，跟谁说话腰杆子也硬不起来。哎，朱大人说的有道理。是，朱大人，你一人在外不带家眷，不方便吧？哎呀，非常的不方便。哎呀，等到两宫鸾仪走了以后，啊，我就把家眷接来。我已经租好了一套房子。早想好。哎呀，朱大人、何大人，我给2位引荐个人。朱大人，何大哥，我梳青莲姑娘的时候，见过菊仙姑娘一面。这皇上一走，山东布政使魏宏斌也来到了泰安，与泰安新知府一起，以抓革变余党的名义，查抄了5户和公家。这有女儿的人家，女儿充作官妓，其他人送到采石场去做苦役。我就花了200两银子，把
菊仙姑娘给买下来了。二位大人，小人徐长春可没有趁人之危的念头啊。小人是个商人，虽不能救百姓于水火，却也看不惯那些仗势欺人的贪官污吏。不对呀，割辫子一事，在泰安时皇上已经了断了，怎么又会？当时朱大人给了梅花200两银子，后来何大哥又给了梅花200两银子。新泰安知府和布政使魏宏斌，就是冲着这400两银子来的。是这样，朱大人，我从孙师义那儿弄来银子，本想补偿一下那些河工的家属，没想到又招来了恶狼。整治了李世尧和孙师义，却又冒出了一个魏宏斌和新泰安知府。这魏宏斌在济宁做知州的时候就盘剥百姓啊，为了讨好孙师义、李世尧，把济宁府的粮库、银库全都折腾光了。这不，现在做了山东布政使。当时我就想，祸根不除，此事不算了结呀！啊，果不其然，嘿，我们烧香烧香，烧着烧着，倒引出个鬼来。朱大人，你我现在是否就去面见圣上，奏请万岁重新审查泰安割辫一案？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啊！那李世尧既然是祸首，那么我们这一脚踢出去，就不能踢在魏宏斌的屁股上，要踢到李世尧的喉咙上，山东方可太平。菊仙姑娘，菊仙姑娘啊，不要哭了啊！你暂时就住在我这里，过2天我会派人把你妈妈救出来啊！哎，不要这样。朱大人，谢谢你。可是，再查查我们家事，我娘走投无路，投河了。信上说是这儿啊，怎么不见人呢？老夫人，是老夫人吧？这儿是朱圭的府上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已经把房子替你们收拾好了。老爷正在书房会客呢，我先领你们去房里休息一会儿。走。姑娘，你是？老爷刚收了我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我是谁了。这才几天呢，你儿子就纳妾了，还找了个这么年轻的。您说，哎，这抬轿子的和珅欺人也太甚了。他明里暗里帮着朱圭整我呀，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。整治和珅，那得有合适的机会。现在最让我担心的，倒是朱圭这个老东西。这个老猴子，他一会儿都不闲着，处处找我们的麻烦。那这不是又把这魏宏斌的事儿给我们挂上了？总督大人，皇上刚给朱圭拨躺银，加固河堤，这倒是个机会呀。那有什么用啊？这老猴子他不贪银子，你抓不住他把柄啊。哼，我让他花了皇上的银子，河道疏浚不了，河堤加固不了，让他没法向皇上交差。你可别干傻事儿，栽赃不成，自己吃不了兜着走。总督大人，您忘了我是河道总督啊！等老猴子的工程到了紧要关节儿，我让上游把拦水坝都打开，大水倒涌下来，我看他工程怎么进行。你已经把自己装进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大人您放心，我嘛肯定要亲随皇上南游。
陪万岁爷下棋，这些事儿吧，就交魏宏斌去做，追究起来都落在魏宏斌的头上。他在济宁的任上，那脏事儿啊太多，那老猴子早就盯上他了，说他把济宁的粮库、银库都给捣得乌了。不过，魏宏斌的事儿，可能要累及到你我呀。你的意思是？一箭双雕啊！你看弄的，哎呦，真美！哎，这哎，弄好了啊，这这哎，这也太放肆了，还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拉拉扯扯的撒娇。你这个人呐，这糊涂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。母亲，孩儿给你请安了。母亲，你老人家一切可好？我说你们弄错了吧？啊，母亲，这是我给你老人家认的一个干孙女儿，来，快来见过老夫人啊！来，你应该叫奶奶啊！奶奶，菊仙给您磕头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这丫头，你刚才怎么不讲清楚？瞧，这闹出误会来。我刚才说了一会儿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谁了。奶奶和义母不怪菊仙吧？瞧这姑娘伶牙俐齿的啊！哎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，往家猜测老爷了。哎呀，阿国，你以后要是吃醋啊，要找准醋坛子啊！加固河堤、疏浚河道，2个工段处都没个人影。河工们都是吃了没变的粮食，在拉肚子。没变粮食，没变的粮食，那都是用来喂牲口的。一担新粮能还4担没变粮食，这1000担新粮就变成了4000担。这多余的3000担，那魏宏斌呐，就私吞了。他也不怕撑死。忠君爱民亲是我就是挂在这儿啊，当个座右铭，经常的给我自己提个醒，也就是了。像朱大人这样的清官，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！这皇上发落朱大人，将朱大人从礼部侍郎一下贬为济宁知州，这祸中有福啊！朱大人来济宁，那是济宁百姓的福分呐！徐老板，本府今儿个请徐老板到这儿来啊，我不是听您对我的赞美之词的。徐老板，今天本府是有要事求助于徐老板。哎，大人您别这么说，朱大人有什么事情要用得着小人的话，您尽管吩咐，只要小人做得到，一定效劳。好，有您这句话就好。今儿晚上2公銮鱼要路过济宁，你可知道，我现在是1粒米1把面都没有啊！2公銮鱼到了济宁吃不上饭，徐老板，我这条老命可就没有了。朱大人，小人做的都是木材棉花生意，这粮食生意咱就没有搞过呀。徐老板，我只求您帮助我解决今天晚上这顿饭的米面就行了。徐老板，你知道我现在是拆着东墙补西墙，我是一顿一顿的对付啊。哎，
是呀，别傻站着了，快去给徐老板沏茶啊，给预备点点心呢。哎呀，大人啊，哪有茶和点心呢？不用，白开水最好，白开水最好。好，预备点白开水吧。好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平常本宫也就是喝点白开水。刚才说给您上点点心呢，不瞒您说，就是说句客气话，也就是了。你。购粮食的银子，我之后都用修河堤的银子了。大人，不会出事吧？没办法呀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。银子的事儿，你知我知就行，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那当然。反正，两宫铸币这些日子，你绝不能让邢在断了炊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。要是让两宫饿着肚子，我这项上的人头那就交给皇上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各位大人，大人，你们怎么才送来呀？哎呀。麻烦大着呢，总督大人，这那河水涨了，朱大人呐火中取栗，哎，他只能鼓一头了。是啊，魏红兵发大水了。哎，那就别闲着了，皇上马上就到了，赶快帮着卸车吧！快！各位大人，帮着卸车，帮着。来，卸车，快！皇上来了！快！你赶快！落驾！朱大人不在。这天底下。好像就朱贵他一个人在忙啊！镇南巡使他忙，给一个寡妇推碾子；朕回銮时，他也在忙，嘿，连个人影也见不着。李世尧，臣在。你说朱贵他在忙些什么？回禀万岁，朱贵把家眷从京城都迁来了，还认了一个干女儿。到底干什么，我还不清楚。朱贵一再怠慢两宫，若不整治呀，恐怕众心难平啊。李世尧，不管朱贵在何处，也不管他在干什么事，你一定给朕把他抓来，连他的家属也带来见朕。臣遵旨。皇上，这是不是？朕知道，你们心有灵犀。各位大臣之间的默契，朕很高兴。可是默契的没了规矩，怎么让朕高兴得起来呢？万岁圣明，大臣间私相勾连是逆君臣之道啊！怎么了？将人给我拿下！哎，不许动我！慢！我们犯了哪条王法？有什么罪？你们没犯法，也没有罪，可是你儿子犯了罪。要怪就怪你儿子吧，是你儿子连累了你们。哼，给我押到刑台去。我去拿2样东西，随你们去见皇上。我就不信皇上不讲理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只有太后老佛爷发句话，皇上才会听啊。哎，那婚约的事儿，你跟太后老佛爷提了吗？提了，老佛爷只说回宫以后找到内府总管，让他管束自己的儿子，解除婚约的事。老佛爷就是不松口。
眼快就要到京城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瞅个机会，跟太后老佛爷说。千万别这样，多亏老佛爷还不知道咱俩的事，他要知道了，那事情就更难办了。那就过2天再说吧。哎，我估计啊，李世尧已经把朱大人押来了。你能不能找个机会，让皇太后和朱老夫人他们见面？皇太后一向仁慈，他老人家动了恻隐之心，那朱大人的事就好办了。嗯。小子，你终于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了。你竟敢勾引皇太后保大梅的女子，哼！你等着瞧！哼！哎，何大总管，通报一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皇上没心思下棋。哎呀，忙里偷闲嘛。和珅，你就没有忙里偷闲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人总是鬼鬼祟祟的。皇太后身边的女子，我孙师义从来就不敢鬼鬼祟祟的。和珅，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偷偷摸摸的跟冯月瑶做什么？你是个真正的小人。和珅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朱贵吗？启禀万岁，朱大人还没到，他的家属已经被押来了，关在后院，传他们进来吗？朕要见的是朱贵。是孙师义在殿外。是的，他说他来陪皇上下棋。告诉他，朕今天不想下棋，让他走吧。查。皇上口谕，不想下棋，回去吧。你想抗旨吗？你想惊扰圣驾吗？你胆子越来越大。我胆子再大，也大不过你和珅呢。行，和珅，你行，你行。彻头彻尾的小人。怎么了？啊，他没什么。皇太后怎么说？太后啊，果然动了恻隐之心，和朱老夫人谈得很投机。太好了，来，跟我来。皇上，太后差冯月瑶过来了。什么事啊？太后请皇上过去叙话。不是你们的事儿吧？你们的事儿，朕可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啊！可别把朕给装进去啊！不是这事儿，万岁。哎，走错了。没有啊，皇太后啊，这会儿正在后院呢。和珅，奴才在。你也知道皇太后这会儿是在后院吧？奴才不知。照你们的说辞，朱圭本来是要迎接两宫鸾仪的，因为河水突然上涨，河堤工段上有了险情，临时决定去了河岸。是这样的，皇太后明鉴。可哀家听说，这个季节河水不会上涨。皇太后说的极是，往年是这样的。这次河水突然上涨，的确有点蹊跷。我儿子本来不想去河堤上看，他忙着迎接两宫鸾仪。月瑶姑娘，你老实告诉朕，皇太后来这里干什么？奴婢不知，皇上还是问太后吧。
和珅，皇上，您这是商量好的吧？没有。德贵，那你来干什么？微臣叩见皇上。那真是巧了，老太后传见老臣，没想到皇上也在这儿。满嘴谎话，是你们搬来太后的吧？既是这样，就情有可原。都起来吧，起来说话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。皇额娘，他们是……怎么了？皇上不知道他们是谁？请母后明示。起来说话。你儿子不恭迎圣驾，是因为确有急务，也就罢了。那开仓放粮是怎么当子事儿啊？这是因为何公吃没米拉肚子，上不了宫。我儿子眼看情势紧急，不敢懈怠，确实私自放粮，还动用了修堤的唐银购买粮食。他不知道这是死罪，轻者也得流放吧。我儿子知道，臣妾也知道，因为我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。为国为民，不怕死，怕死就不是我的儿子。这么说，你也不怕死啊？要死，臣妾愿随儿子一起死；要流放，臣妾愿随儿子一起流放。难怪朱圭为官清正，原来家里有你这样的良母。朱圭有你这样的母亲是子之幸，你有朱圭这样的儿子是女之幸。皇上有朱圭这样的大臣，乃国之幸。哀家要好好谢谢你。哀家请皇上封你为诰命夫人，每年的饷银400两。皇上，你说呢？皇额娘所言极是，儿照办就是了。叩谢夫人。臣叩见皇上、皇太后。李世尧，臣在。你怎么把朱老夫人关在这儿？朱贵人呢？在外边。你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的。义父，老爷，儿子，不要我的儿子，母亲，孩儿没事。朱爱卿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李世尧，臣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万岁，臣没虐待他呀，皇上。皇上，朱爱卿，你讲。功亏一篑，功亏一篑啊！上游的河水突然上涨，刚修好一半的工程全废了。朱爱卿，你说这河水突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禀皇上，微臣已经查明，上游的拦水坝同时被打开了，大水咕咕的而下，冲入河道。这很显然是有人肆意的破坏啊！李世尧，谁下命令打开拦水坝的？万岁，河道总督那是孙世义，是他管这个事儿。可孙世义又陪着圣驾南游了，人又不在家。哦，那只有是布政使魏宏斌管这个事儿了。传魏宏斌来见朕。万岁，魏宏斌已经被正法，微臣正要向皇上禀告此事呢。是为了杀人灭口吧？鄂中堂，
只要在皇上面前，你就找我的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魏宏斌胆大妄为，搁辩一案，朕不是再三声明，到此了结了吗？啊？他怎么敢擅自查抄5个河工的家，还把人家女儿充作官妓？朱大人的干女儿菊仙就能作证，对吧？万岁，魏宏斌有10大罪状，这济宁府的粮库、银库都是他叨弄空的，这是他最大的罪状。朱大人就有切肤之痛。河水上涨的事儿，我当时还不知道，就没有记录在案。这个魏宏斌罪有应得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万岁，等河水退了，工程马上进行。只是前边的银子白花了。哎呀，老佛爷，您请。孙十一，哎，你请哀家看什么戏啊？哎呦，这出戏呀，皇太后、老佛爷，您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老佛爷，您跟奴才这边来。怎么这会儿没见月瑶姑娘？月瑶姐姐说去花园给老佛爷摘花去了。哎呦，巧了，奴才我请老佛爷看的戏呀，就在花园那边。现在的花园这么小，能演戏吗？奴才我请老佛爷看的戏呀，是2个人演唱的，叫2人转。他俩怎么会在一起？哎呦，早就勾搭成奸了。这就是让哀家看的戏。哎呀，奴才我不敢欺骗皇太后啊。奴才听说，冯月瑶与内务府总管的2公子的婚约是皇太后您保的大媒呀。这和珅竟敢在皇太后眼皮底下勾引一个已有婚约的女子啊！这是非话要是传出去，恐怕连皇太后你也得牵扯进去。和珅，皇太后驾到！皇上是怎么约束身边人的？带他进来。和珅，你的胆子忒大了，竟敢惹皇太后生气。皇上，你的大臣你来发落，省得人家说我干预朝政。哀家今天要看看皇上如何处理这个和珅。和珅，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，惹太后老人家生气？回皇上，是因为月瑶的事。内务府总管的2公子是京城有名的恶少，而月瑶姑娘兰心蕙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实在不该嫁给这样的恶少。对这门亲事，月瑶也是死不从命。皇太后，奴才斗胆请您好好想一想，强扭的瓜不甜呢。月瑶她……和珅，你别一口一个月瑶叫得这么亲近。也别管什么人是京城恶少，就说你自己。你是皇上身边的人，哀家身边的女子且有婚约，你也敢勾引，简直罔顾廉耻。皇太后句句带圣贤立言。和珅啊，这一回啊，你可要记住皇太后的教诲，别再勾引人家有主的女子了，玷污了人的清白。皇上、皇太后，和珅呐，他生性风流梦浪，不狠狠地处罚他，这小子他不会幡然悔悟的。奴才觉得……行了行了，就你多嘴。和珅，奴才在。朕现在搞清楚了，冯月瑶看不上内务府总管的2公子，可他呢，有意于你。冯月瑶又与2公子有婚约，你看。是不是这样啊？是这样的，皇上。皇上，听你君臣的口气，那全是月瑶的错了。我是和珅的和珅，一遇到麻烦事儿啊，你就缩回去了，这不跟缩头乌龟一样？你勾引了人家有主的女子，坏了人家闺阁的名声，还把责任推给人家，
这不变成恬不知耻了吗？皇上，哀家身边的女子，哀家自会管束，你就处置你的和珅吧。皇额娘息怒，和珅当然逃脱不了干系。和珅啊，奴才在。你记住，从即日起，不许找表。听见了。这处罚也太轻了吧？这叫君护着臣。皇额娘的意思是，太后，奴才倒有个建议，您呢也别太难为他了，干脆您呢停他1年俸禄，殿前杖笞30，您来个立竿见影，这个和珅呢他也能记牢些。就这么办。太后，这个和珅是御前的侍卫总管，负责两宫銮御铸币行止。如果怎么着？没有和珅，两宫就不能回銮吗？朱贵，你敢要挟皇太后？皇上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带出去吧。皇上圣命，皇太后圣命。中堂大人，你看这。开始吧。太后，马舅爷，您说句话呀！听听，总贵，你胆儿也忒大了。皇上，皇太后，事出有因，打和珅没用。臣以为，凡事顺其自然，自然而然，所以然也。什么意思啊？臣下十分关切月瑶的一生幸福，皇太后比臣下更加关心月瑶。二公子不孝，则在其父管教不严。月瑶不肯嫁与恶少，本在情理之中。皇太后十分疼爱月瑶，绝不会看到月瑶就此苟免一生。婚约有信，难道要毁约不成？臣以为仗势和珅无助于事，臣恳请皇上、皇太后宽恕和珅，因势利导，顺其自然。早不开口。算了算了，你起来吧。谢太后。月瑶，你跟我走。月瑶替和珅谢八舅爷。奴才谢过皇上。你谢恶贵吧。套他一句话，比朕的口谕还难。这万生谢过鄂中堂。
臣恶贵叩见太后老佛爷。起来吧。这。月瑶，你也起来。哎，给鄂大人赐座。谢太后。谢谢八舅爷。太后老佛爷，召见老臣有什么事？二公子真像你们说的那样，是京城4大恶少之一。老佛爷，是京城恶少之首。此不叫父之过。身为朝廷重臣，管束不好自己的儿子。哀家回宫后，即召内务府总管，令他管束好自己的公子。老佛爷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为时已晚。到了这种地步，这倒应了一句话：官轻书吏瘦，家富小儿骄。这就难了。不瞒老佛爷说，月瑶这个婚约，不但是他爷爷英莲，也一直是老臣的一块心病啊。鄂爱卿直言，哀家这会儿气儿已经消了，使恼内务府总管教子不严。只是碍着老佛爷，未敢贸然提出解除婚约。今日既然说到这个事儿，老佛爷让臣下直言，臣下斗胆直说，这个婚约不但月瑶姑娘不愿意，就连他爷爷跟老臣也不乐意呀。这样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解除婚约的事，哀家去跟内务府总管说去。老佛爷圣明。好了，行了。哎，多谢周大人了。你们呐，也太不小心了。这都是孙世义跟我过不去。我能进来吗？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你怎么偏赶这时候来呀？这要让孙世义再看见，又要到太后那嚼舌头了。这时候啊，没事儿了。没事了？那太后呢？我八舅爷已经说服了太后，太后已经答应解除我跟二公子的婚约了。鄂中堂就是鄂中堂啊，一言九鼎啊！屁股还疼吗？没事没事，30棍才打了10棍子，比你8、9月那次轻多了。再说听着这个好消息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疼了，真的，你看一点。早知道啊，我就不拦着，让你多吃几棍子，你就感觉疼了。你这是。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河堤这件事是人祸，朕已经清楚了。那个罪魁祸首魏宏斌，因为其他罪案被李世尧给正法了。要不然，朕一定要惩罚他。万岁！李世尧处决魏宏斌，不过是丢卒保车而已。孙世义是河东，魏宏斌完全是按照孙世义的意图行事。这么说，李世尧杀魏宏斌是为了杀人灭口啊？正是这样。万岁，孙世义又当河都又当巡抚的时候，老百姓称呼他孙三吃。孙三吃？皇上，朱大人所言不谬。那孙世义贪污修河筑堤的银两，在泰安时，李世尧杀5名河工，就是为了庇护孙世义啊。你知道？王杰也了解，
正是他替河公写的状子。那孙三吃是什么意思呀？三吃，上吃朝廷，下吃河公，中间在老百姓中间搞开捐助党。开捐助党就是花钱买官儿，用此来徇私舞弊。他也不怕撑死自个儿啊！万岁，这次把银子直接拨给了小臣，没有经过孙师义。孙师义他就怀恨在心，指使魏宏斌开掘了上游蓝洪坝的口子，使河水泛滥成灾，冲毁了小臣尚未完工的工程。万岁啊！人祸大于水患。这个孙师义，他根本就不想治理水患，因为没有水患，他就不能够向朝廷要银子，更不能在百姓中间搞那些什么花钱买官的勾当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朕已经明白了。你们说了这么多，有证据吗？小臣这里有孙师义贪污河银的账本，皇上您要看吗？现在不看了。和珅，奴才在。朕命你立即拿下孙师义，押解京城。朕回京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亲审孙师义。奴才遵旨。还有，既然李世尧如此袒护孙师义，你在押解路上绝对不允许李世尧和孙师义有任何交往。奴才领会万岁爷的意图，奴才一定遵旨办事。周爱卿，臣在。你也带上证据，一起进京。臣遵旨。皇上，您请看，这个库房的粮食原来是接待两宫铸币御用的，朱圭却给调了包，换成了没变的粮食。朱圭眼里哪还有您皇上？朱圭，臣在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其中必有缘故。鄂中堂所言极是，是有些原因。这些没变的粮食原来在河公手中，朱圭把我调给他接待两宫的上好米面，却换给了河公，用这些霉烂之物让皇上和皇太后吃，不知他是何居心呢？朱圭，臣在。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启奏皇上，臣无话可说。朱圭，臣在。你给我看的这是什么糊涂账啊？那个许长春是什么人呢？许长春是个奸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朱大人，这是您亲手做的账本啊，那有什么不对吗？你竟然跟他们里勾外连！朱圭，臣在。你给朕解释，朕拨给你的治河银两，怎么让一个奸商支走了那么多？你刚才还检举孙师义侵吞治河银两，你把银子给一个奸商去做什么用？万岁，朱圭的心腹就是这个徐长春给买下的。启奏皇上，那是臣租的。大胆朱圭！朕拨给你的银子是让你修河堤的，你却擅自挪用，还
还口口声声地说人祸大于水患。哼！现在皇上，臣被定责，臣有罪，可这件事情实在是蹊跷，臣一时说不清楚。李世尧，臣在。朕命你把朱圭带回京城候审。臣遵旨。来晚了一步。未必，中堂大人，这里面没有师爷。李世尧不会放过他，肯定要杀人灭口，绝不能让师爷落到李世尧的手里。这该死的东西出卖了朱贵，还搭上一家人的性命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李世尧。走。朱大人，你是我干爹的师爷，却勾结李世尧、孙氏一他们陷害我干爹，你的心非让狗啃了。江姑娘，我上他们当了。来过，我向大人预料那样，给他这么做，看能没手。一间一间屋子的给我搜，一个人也不能放过。是。把他们拿下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这儿的证据，不知是李世尧派人拿走的，还是师爷自己藏起来了。我想肯定是师爷，他为了活命，不会毁掉这些账本的。中堂大人，我这就带人去寻找那师爷。李世尧一定在找他。鄂大人，鄂大人，哎呀，鄂大人，快点救我呀！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有了这个，我干爹就没事了吧？菊仙姑娘，你放心回去，告诉朱老夫人，赶快收拾东西，悄悄地回到京城等着。干嘛要回到京城等候呢？在这里不一样吗？天机不可泄露，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了。鄂中堂，他怎么办？李世尧是知道了，要想法灭口的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太后的銮舆。皇太后的銮舆？那怎么成啊？你不知道，皇上身边的太监跟李世尧都有联系。皇上知道的事儿，
李世尧也就会知道。只是太后那哈儿，李世尧的手还够不着，何况岳瑶还在太后身边待着呢。那太后她能答应吗？能不能答应，就看你我怎么跟太后说了。鄂爱卿，臣在。这么晚了，你来打扰哀家，肯定是有什么大事。是皇上真要杀朱圭？皇上不会杀朱圭了。那你快说，哀家真为这个事儿烦着呢。是，为了保护朱圭，老臣想跟老佛爷借一样东西。就为这个，你让月瑶姑娘把哀家吵醒了？老臣想跟老佛爷借老佛爷的銮鱼。那哀家怎么回宫？你让哀家走回京城不成？微臣不敢，委屈老佛爷跟月瑶姑娘同挤一辆马车，腾出老佛爷的銮鱼，藏一个证人，这很重要。只有老佛爷的銮鱼是最安全。亏你想得出，借用我的銮鱼密送证人。皇上的銮鱼不是更安全吗？老佛爷，皇上周围的太监跟李世尧都有联系，皇上知道的事儿，李世尧立马就知道。这个证人很重要，老臣要把他活着带回京城，他的家人全被杀了，他不能死。停一下！皇上，您这是要？皇太后一路劳顿，进城前要恭亲请安呢。我看还是回到慈宁宫再恭亲请安吧。现在两宫停在广安门外，稍有闪失，老臣吃罪不起。朕江南都去了，到了家门口还会有什么闪失啊？何况这里是朕的秋显的行在嘛。皇额娘一路劳顿，我们就要进城了。皇上，娥贵的一举一行动都是为了皇上，请皇上行在休息，容老臣解释。我不在这里休息，我要回宫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八舅爷让皇上在行在休息，可皇上他要回宫。一定是皇上看见栾宇那个师爷了。哀家早就知道鄂贵瞒不过皇上的。大胆鄂贵，你要反了不成？你竟敢把皇太后的銮鱼当囚车，这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哎，你竟然做出来了！万岁！本来老臣想借太后那个马车，没想到一下子变成銮鱼了。你住口！你再敢开口辩驳，朕即刻把你推出去斩首！你还敢说是皇太后愿意借给你的？明明是你去找了皇太后啊！朕告诉你啊，要是皇太后对马车有半点怨言，你这颗脑袋就别想留在脖子上。马车很舒坦。皇额娘，皇额娘一路劳顿，孩儿应该到慈宁宫去为您请安呐。皇上在永定门外不是已经请过安了？娥贵，朕真应该把你的脑袋给砍了！
你一直蒙骗朕，把朕当作傻瓜一样。一出济宁州，朕就觉得你鬼鬼祟祟的。朕已经染了一路了，眼看就要进京城了，你还想蒙骗朕呢？嗯？娥贵，你起来吧。你瞧，哀家当时就说你瞒不过皇上的，你不信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麻烦了吧？好了，听皇上的口气，不想把老娥贵怎么样。岳瑶，咱们回慈宁宫吧。朕念你戎马一生，数度率兵，堪平叛乱，绥靖边疆，你的功劳都记在朕的心里。现在，你就拿着这把剑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自裁吧。这太后，皇上，臣想了半天，还是午门人多，那儿可以示众，还是让臣在午门自裁吧。不准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自裁。皇上真要杀了娥贵，皇额娘，他犯的是死罪呀，朕就是想赦免他，也找不出理由啊。娥贵这么做，实在是迫于无奈。朕让他自裁，也是迫于无奈呀。娥贵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皇上在审问孙师义之前，千万不能让李世尧知道朱圭的师爷已经到了京城，要不他有所准备，恐怕节外生枝。皇上，其实孙师义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李世尧。怎么审理案子，朕心里有数。你到临死之前，难道就没话说？有。老臣承蒙圣上厚爱，平日里尽职尽守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老臣一生戎马征战，堪尽疆域。如今年迈老朽，老臣如能在临终前再替皇上清除一个新猷，也实践老臣初下承蒙圣恩之实践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老臣也死也瞑目。什么事儿是朕的心由？朕什么时候向你说过朕的心由？山东吏治腐败是皇上一大心由。鄂爱卿，朕原以为你是朕的丈夫之臣，常于勘境边患，没想到你还颇有心计呀！皇上圣明，八舅爷，你快去午门外自裁吧。冯月瑶，朕要杀自己的股肱之臣，用得着你出来说话吗？奴婢不敢。我八舅爷一生戎马为皇上，临老又为皇上忠烈自裁，这都是皇上为他博得美名的好机会啊！八舅爷和我都千恩万谢皇上了，八舅爷的声誉都会成为大家的美谈啊！你这个丫头可真会说话呀！朕呐，就偏不成就你八舅爷忠烈美名。娥贵，你把朕的剑放回去。皇上，微臣已经准备好自裁了。老娥贵，皇上不是叫你把剑放回去吗？朕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呢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是不是搞了一个里应外合呀？奴婢伺候太后，不曾参与任何事。没有你，老娥贵怎么会在深更半夜
找皇太后借銮舆呢？皇上，不知者不为罪啊！行啊，别吓唬月瑶了。这世上就没有完人。若要追究起来，皇上不是也给哀家下套吗？皇额娘，皇上早就知道月瑶姑娘与和珅的事，却假装不知道，把冯月瑶弄到哀家身边来，不就是想要解除冯月瑶与二公子的婚约，成就月瑶与和珅吗？冯月瑶啊！皇上，奴婢对太后什么也没说。朱贵、孙侍义，你们听好了，朕一直深受河患水灾的困扰，现在总算明白了，河患水灾不是治理不好，而是治理者不愿意把它治好。没有水患，治理者就没有银子可赚，借口治理河道，向朕伸手要银子，拿到银子，不去疏浚河道，不去修筑河堤，而是中饱私囊，从朕的手中把银子骗走。今天朕要杀你们其中的一个，杀一儆百。你们先说说，你们哪一个愿意死啊？说话呀！朕今天是一定要砍你们的一个人头。万岁，臣愿意死。孙侍义，罪臣在。你不愿意死吗？臣死不足惜，只是不能陪万岁下棋了。看来呀，还真不能杀你。不过朱贵告你，挪用治河躺银，搞什么开捐筑躺，你承认吗？万岁，朱贵他没有证据啊，他是有意陷害微臣呐！微臣向来是恪尽职守啊，你不信，你可以让李总督傅长安能替臣作证啊，皇上。朱贵，你真愿意死？臣项上的人头留着是为皇上尽力的，掉了，那也就是我朱贵为皇上尽忠了。如果真查出朱贵复国渎职，用臣项上的人头来给那些贪污喝银的官吏看一看，以示告诫。臣认为死得其所。皇上，万岁，说来说去，这朱贵也是不想死的。不能糊里糊涂就把人头砍了吧？说的也是啊。孙侍义说他有2个证人，傅长安远在浙江，那就只有李世尧为他作证啊。朱贵啊，谁为你作证啊？启奏皇上，王杰。这王杰没有去过济宁，他能证明你什么？本来我的师爷可以为我作证，可是他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因此我只好请王杰为我作证了。哎，李世尧，你站到下面去。你不能既是证人又是陪审啊！这传王杰。传王杰上堂。陈王杰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李世尧，你先说。万岁，这个孙侍义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任职啊，
他是什么样的官员，那我是一清二楚。要说他治理河道，那确实是收效不大，可是绝不会贪污。说他贪污银子什么的，这都是道听途说，他没有根据。你敢担保孙时义没有贪污吗？我用我的人头担保。王杰，该你了。是。彭家湾到梁村，长30里路，共用躺银10万两，内库拨33500两，督府库拨银23500两，其余的由州县库补齐。另外，又接纳捐资筑躺8万两，以上共用18万两银子。河道未疏浚，河堤尚未加固1筐土，可银子不知道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万岁，一派胡言呢！他是李世尧，刚才皇上说了，现在不是陪审，是证人。济宁这段，河堤加固，河道疏浚，由河道总督上报工部，工部拨给躺银，却尚未动工。而河督对工部尚书陈情的理由是，负责监督工程的知州魏鸿兵已经升任了布政使。朱大人到任以后，河督并未将躺银下拨，直到上个月，万岁直接拨给朱大人治河的银子。所以济宁这一段，实际上朝廷拨了2次躺银。王杰，你报的账跟朱圭没什么关系啊？万岁，我报的是孙时义的账。孙时义，你认可吗？万岁，这王杰向来和朱圭他有勾结啊，他们这是有意陷害微臣呐。济宁这段前次工部拨的银子，奴才我如实的交给了魏鸿斌呐。这魏鸿斌是否转交给了这个朱圭，只有他们2人知道啊。请皇上您明鉴呐，皇上。李世尧，你是个证人，你说呢？这朱圭信口雌黄，他无凭无据。这王杰和和珅都听朱圭的摆布。李世尧，孙时义，我看你们俩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啊，带证人证物，带上来。孙时义，你认罪吗？臣知罪，臣有罪啊！孙时义，你胆大妄为，以何患为由，多次向朕伸手要银子，多次开捐筑躺，中饱私囊，银子进了你的口袋，河水照样泛滥，百姓疾苦，你却不闻不问啊！你说，朕要你有何用？百姓要你这种父母官有何用？不杀你这股贪赃枉法的歪风邪气，就制止不住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奴才还要陪皇上下棋呢，奴才死不足惜，可是没有人陪着皇上下棋了。皇上饶命啊！孙时义，朕还不糊涂。国家社稷和消遣，孰轻孰重，朕还能掂量得出。和珅，孙时义负国渎职，罪不可赦，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来人，押下去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奴才要陪皇上下棋。拖出去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万岁，臣知罪，臣是受孙时义蒙蔽啊！万岁。不对吧，李世尧？你不仅仅是受蒙蔽。李世尧，朕白疼你了，你辜负了朕，
你的宠信。孙世义贪赃枉法，你不但不制止，反而包庇纵容。山东吏治颓败，孙世义任巡抚多年，已成祸由，不得不铲除。你的总督就不要再当了，行走军机处，回家去，闭门思过。臣谢万岁隆恩，一定以此为戒，报效皇恩。万岁！孙氏以为祸由，李世尧乃祸基，祸由除，祸基存。恕臣冒昧，此案处理的无头无尾。皇上，李世尧和孙世义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不除人心不快，不除天下难平啊！朱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几十年，就别落井下石。皇上，皇上，山东吏治酿成如此局面，正如王杰所谓，孙世义是祸由，李世尧是祸基。祸由摘除，祸基还在，就不能彻底去除皇上的心有。那就再听李世尧3年俸禄，杖笞40。万岁！这样处罚李世尧也太轻了。谢主隆恩，罪臣谢主隆恩，一定痛改前非，为万岁效犬马之劳。想必皇上惦念李世尧勘境边患之功，是皇上仗义之臣。臣恳请皇上降旨，赐李世尧自裁，震慑朝中那些贪官目利。鄂仲达，你是知道我拼死疆场，出生入死，战功卓异，可你却劝自己的皇上杀自己的功臣。天下的贪官何其多呀！杀我一个李世尧，天下就没有贪官了。你我向来嫌隙不和，这是众人所知啊！你想趁机置于我死地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万岁！自古君王张善淡恶，公欲不可抵罪。李世尧功在我朝，皇上赐他一死，正是对李总督、李大人最大的恩赐。别称呼我总督，你算什么？你们这些文人，杀一个功臣就像碾死一个蚂蚁一样，说杀就杀。万岁啊！李世尧一日不除，民心是一日不服啊！李世尧罪恶太大，您绝不能从轻发落。李世尧，想必孙世义他们呢，也行贿于你，你就吃多少吐多少。赃银赃物，全缴到内务府去。臣一定照办。万岁！主李世尧巡守于天下，贪墨挟风，能止。臣恳请皇上痛下决心，杀一人救天下，杀一人安民心，杀一人警百官。住口！和珅，朕命你查抄李世尧府，没收所有的赃银赃物，上缴内务府。奴才遵旨。李世尧，走吧。万岁！臣愿意陪李世尧一死。万岁，请容臣说几句话。朱大人，你就这么想让我李世尧死？你我同朝为官几十年，共事一主，你我就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错了，朱大人做事从来不论私仇夙愿。我是为民，为皇上，为大清的社稷江山，我甘心的陪你自裁。朱大人，你为什么总把百姓放在皇上前头呢？你是个清官，你是个直臣，可是满朝文武像你这样的臣子又有几个呢？万岁，
微臣是个粗人，忠心耿耿，拼死疆场为皇上。今日稍有闪失，就被这些文人抓住了把柄，是臣之过，臣之罪。他们既然想要微臣的人头，朱大人又这么抬举我，想和我一起为皇上尽忠。如果我的死能够唤起天下百官，从此贪官不再有，那就算微臣为皇上捐躯沙场。恳请皇上赐给微臣和朱圭各一把剑，自裁于午门。朱大人无罪，何故与你同裁？万岁，李大人忠心可嘉，那就给他一个尽忠的机会；而朱大人陪着自裁，与我大清祖制不符啊，就不必了。诛纣为虐，陷害朝廷命官，发配黑龙江，交给你了。朱圭，臣在。跟朕来。臣遵命。李大人，挺高兴是吧？真的捡了一条命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不过别忘了，一会儿啊，我领你到外边，还要让唐差啊打你40大板啊。你放心，我会嘱咐那些唐差们要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啊。然后呢，再领你到府上查收贪污受贿的钱物。多麻烦呐！你说打成那个样子了，还能走道吗？没关系，我差人呢，抬，要把你抬到你的府上去，查收你那些秽言秽物。走。朱爱卿，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上有句话：“欲诛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婿耳。”你该知道吧？臣明白，皇上。可知道，你还逼朕杀了李世尧。老恶贵顽梗，王杰少不更事，他们两个闹一闹也就罢了，可你也跟着起哄。李世尧是有罪，朕引导他袒护孙士义，可他毕竟赫赫有功啊，是我的丈夫之臣呐。皇上，臣觉得李世尧罪不可赦。李世尧在山东一手遮天呐，他是有罪的。朕的山东之忧也是因他而起，所以朕那天在南苑秋险之时，借一时之气派你到山东去，认为查清人祸之根脉，以整顿山东吏治，非你莫属啊！臣愚钝，臣一直没有允系皇上这种良苦用心，还请皇上恕罪呀。你已经做得不错了，盖子已经揭开，问题已经解决，朕的心由也就除去了，所以不一定非要把李世尧给杀了嘛。其实朕的用意啊，你们只明白了一半。朕要根治山东吏治颓败，
以期达到先治吏治后治水。但是，朕并不想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，特别是李世尧这样的有功之臣呐。万岁，臣明白了。哦，爷来了，爷是头一次来我们翠红楼吧？瞧爷这样子，心里好像窝了火，到我们翠红楼泄火来了。谁说你跟我媳妇儿一样？你跟我媳妇儿一样，我还上这儿干嘛来啊？爷往你走，往你走。李大人，您没看见我，我也没看见您，啊。哎，李大人，哎，李大人，苏灵鄂，你不在江西任上待着，跑到京城来，你就不怕吃罪啊？下官身子欠佳，想调换个地方，给吏部尚书塞了银子。李总督，您看您这事儿啊，我已经不是总督了啊。下官知道您为什么生气，银子嘛，走了再来。现在啊，有那么一个机会，可以让您捞到那么一点好处。我正找您呢，没想到就在这大街上碰见您了。哎，您知道那于石匠吗？就是经常走动官府揽活那个于石匠。对，就是他。他死了。嗯，他死了，能让您得到银子呀？啊，您知道，于石匠这么多年在官府没少揽活，积攒下万贯家财，可是没有嗣子，只有一个侄子和这个义婿徐秉义俩人为这财产争的是热火朝天呢。这个徐秉义啊，为了压一压于石匠侄子的锐气，托吴醒兰啊找了一些官员。要以徐秉义亲朋的这个名义啊，举行一个葬礼。凡是到场的官员，将依据官品的高低，每人给500到2000两的银子。李总督，您现在是军机处行走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您就不妨走一趟啊。以李总督的身份，这恐怕这里边是最高的呀。苏灵鄂，我知道，你一直嫌江西山高田少，瘴气缭绕，称病赖在京城，是想寻找机会调回京城就职，对吧？见到我呀，那可是你的福分。对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这次如果再抓不住这个机会，今后啊，你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啊，李大人，不是在开在下的玩笑吧？啊，好，李大人，久闻您是海量，敬您一杯啊！好，你也很能喝啊。好。李大人，在下愚钝，昨晚您这一席话呀，在下想了一宿，还是没开窍。请大人赐教。你真的想调回京城啊？那还用说呀？听我的，你不但能调回京城，还能连升3级，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，一下就到了2品。总督大人没诓在下，有这等好事啊？别提总督2字，想起来我就来气。我告诉你，苏灵鄂，你的文章啊，就在这于石匠的殡葬上，就看你这文章怎么做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让我把参加殡葬的官员登记在册？为什么不呢？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大人不知道，吴醒兰联络的这帮官员中有贝勒爷。还有尚书，这些人拉出哪个都比我官大，弹劾这些人，不是拿老苏开涮吗？他们的官再大，能大过皇上？
那倒也是啊。干不干呢？你自己拿主意吧。这京城是在天子脚下，皇上是最讨厌大臣有失体统。对，堂堂9卿大员，为了一丁点银子，却给一个不相干的石匠去吊孝，这成何体统啊？要让皇上知道了，那不雷霆震怒才怪了。你说这平日里，皇上知道你苏灵阿是谁呀？对，不知道。你不想调回京城吗？想升官，想发财，得让皇上知道你这个人。那我就听大人的。好，我这个人直来直去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你有你的企图，我有我的目的。这个事儿牵扯2个人，别的我不管，至少有1个人得栽到这个粪堆里。我知道，大人指的是鄂中堂和朱圭吧？哼，这2个人想要我的人头，我就要他们的命。大人，没这么容易吧？鄂中堂和朱圭不是那号人呢。不瞒大人说，我给鄂中堂送过几回礼，都退回来了。那不一样，你送礼是求他们办事儿，这一次呢是让皇上知道他们收了礼，他们想反驳也反驳不了，这就叫贼咬一口，入骨3分。还是大人有办法，我就按大人的意思办啊。这鄂贵啊，做工部尚书的时候，就和这个于世将啊有过交往，而且交往还不浅。估计请他呢，他不会推辞。不过有一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你呀可以帮着吴姓兰去张罗，切记不可抛头露面。抛头露面的事儿啊，都让吴姓兰去办。这我懂，银子我1两也不要。众爱卿平身。朱爱卿，微臣在。山东之事圆满解决，你就回京城来吧，继续做你的尚书房总师傅，加封你为礼部尚书。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万岁，微臣有话要讲。万岁，戴罪之人不得开口。鄂中堂，你当然不想叫我开口了，你心里害怕吗？我害怕什么？哼，一派胡言！你们2个难道就不能和和气气、握手言欢吗？吵吵嚷嚷何时休啊？皇上，老臣至死也不碰李世尧这双脏手。好好，你别在这面前吵吵闹闹的吗？鄂中堂，你既然声称你这双手干净，那今天咱就当着皇上的面儿，看看你这双手。李世尧，你不要在皇上面前无理取闹。万岁，臣弹劾鄂中堂收取贿赂，丢尽了皇上的脸面。李世尧，说鄂中堂受贿，你当着满朝文武你说说。李世尧，鄂贵是什么人，朕能不清楚？你说他受贿，笑话！万岁，微臣斗胆说一句，这次您可真不了解鄂贵。李世尧，你一定要弹劾鄂贵吗？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，你还耿耿于怀呀？你如果拿不出鄂贵的证据来，我就把你拉出午门斩首。微臣有确凿的证据。皇上，让他说吧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鄂中堂，这话可真不该你说呀。我问你，
于石匠的殡葬，你去了吗？去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于石匠跟老陈是私交甚密，他死了，送送又何妨？送送可以，可是你不该收礼呀。什么礼？别装糊涂。万岁，于石匠的义婿徐秉义，同于石匠的侄子为了争夺家产，邀请以鄂贵为首的朝廷官员参加于石匠的殡葬，其目的是为了压制于石匠的侄子。事后，他们每个人得了500两至2000两银子不等，作为回报。信口雌黄！你有证据吗？苏灵阿有确凿的证据，现在就在殿外等候皇上传讯。传苏灵阿。皇上口谕，传苏灵阿觐见。臣苏灵阿叩见武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苏灵阿，你不在江西上任，待在京城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奴才因病滞留京城。那你说说，给石匠吊丧的事吧。万岁，奴才有徐秉义行贿的名单，上面详细的记着每个人的所受银两。呈上来。武侍郎，臣有罪，臣不该为区区800两银子去吊孝。主人，我看鄂中堂遭人暗算，去吊孝的人，都站出来！朕就不一一的叫，都站出来！罔顾廉耻啊！罔顾廉耻啊！堂堂的九卿大员，为了几个银子去给人家当孝子，丢人呐！真为你们害臊！鄂中堂，你怎么站着去？本中堂做事光明磊落，我是给于石匠吊唁去，那是我们的私人交情。可是我不是为了钱，我也没拿钱。我鄂贵的为人，皇上清楚，满朝文武清楚。你想通过这件事诬陷我，枉费心机。对，鄂中堂，你说的对，这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呢也假不了。李世尧，你到午门外自裁吧。朕呢，不想留着你的人头了。这上面根本没有鄂贵的名字。万岁，鄂中堂在这些人当中，他的官位最高，他是当朝首辅啊。恐怕这个名册没有任何人敢把他列入其中。不过他收的贿赂，恐怕连皇上都难以想象。皇上要是不相信呢，可以到他府上亲自去看一看。李世尧，如果在鄂中堂府中没有发现贿银，不用你自裁，我替你看。皇上，是真是假，眼见为实。皇上，老臣不愿承担这个臭名，请皇上亲临敝宅搜查。说吧，都想搜查哪些地方？卧房、书房、花房，你随便挑。皇上，请看。鄂中堂，这个是徐秉义送给您的吧？这是于石匠生前专为我做的。皇上，这就是贿赂。鄂中堂收贿，可都跟常人不一样。石匠送他一尊石佛，这算什么？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呀？李世尧，你就为了这尊石佛，让朕跑到鄂府上来？万岁，这不算贿赂吧？
这不算会晤，不算。怎么样，李大人，听清楚了吧？放心，到时候我下手，我人手快，保证您一点不觉得疼，咔嚓脑袋就掉了。哎，人常说呀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啊，李总督，这可是您自己找的，恐怕没那么简单吧。忘了是不是在那个下雪的冬季，眼睛湿了，不再想起，难以忘记过去一切留在心底，那就是你。雪花飘啊，风儿吹呀，吹乱了我的世界。那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们曾经的回忆。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那样的，应该是挺好的。回忆是这样的，结局是那样的，一切是应该的。看看看过去的，曾经的，美丽的，忘